公子，你不要怪顾师兄，他是好人，就是有些严格。师兄，应该叫顾师。他觉得我还可以，说会在成剑大会上召我入封，允许我私下称他为师兄。公子，我介绍你与顾师兄认识吧。以你的天赋悟性，一定可以得到他的欣赏。到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一起修行啦。公子，您可能不知道，两望峰是我们青山最了不起的地方。峰上全是年轻的3代弟子，没有峰主长辈。但是每座峰上的师长都会择日去两望峰上授课。这也就是说，只要是两望峰的弟子，便可以学习9峰所有的剑诀。哦，还有，峰上弟子负责四处巡查，防范不老林与民部妖人潜入。还要代表青山参加10年1次的梅会。可以说，两望峰弟子的修行，就是在不停的战斗。每年都会有很多流血牺牲，但从来没有一个弟子退缩。我确实不感兴趣，因为我不喜欢两望峰。啊？还有你那位顾师兄，顾师兄这么好的人，公子为何不喜欢？那两望峰呢？青山弟子怎么可以不喜欢两望峰？怎么可以不喜欢？这句话本身就是错的。就像那位顾师兄，他是不是好人我不在乎，就算他是个圣人，我也可以不喜欢。此后的几日里，白天柳10岁都会在洗剑溪畔刻苦修炼，夜晚则会来到我的洞府，帮我做一些打扫之类的事。因为有青山大阵的守护，所以青山是四季如春的。只有下雪的那几天，应青荣峰的要求，青山大阵会打开一丝缝隙，好让雪花飘进来。下雪的那天夜里，我的洞府来了一个人，他叫马华，两望峰排名37，是来听那位顾师兄传话的。顾师兄，希望你以后不要再与10岁见面了。那个顾师兄会这样做，我并不意外。让我意外的是，他竟然来招揽我，但我没有同意。隔天夜里，柳10岁照例来我的洞府打扫。我看出来，他有一些话想说，但是又不好开口，所以等着我问。最终我们2人谁也没有开口。我想，这大概是他最后一次来我的洞府了。之后还有几次，柳10岁来到我的洞府外，徘徊了很久，却终究没有走进来。景师兄，我们入内门了。
不知道啊？城建大会的日期已经定好了，就在明年初春。这次的城建大会，赵师姐可是备受期待啊！据说就连别的宗派都在议论，他会选择哪座山峰城建呢？除了赵师姐，最受关注的就是柳师兄了。如今他建完已成，手艺竟圆满。若是城建成功，他将会成为有史以来第2年轻的城建者。说得对。是该去见见他了。那不是那个景九吗？他怎么来了？啊，莫非是来修炼的？不可能吧？他可是出了名的懒。有事？不关你事。顾师，已经半年了，你的境界依然毫无进展，剑果的影子都看不到。听说你要用末世术的剑，你觉得自己有这个资格吗？有。凭丹药，永远也不可能踏上真正的通天大道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不管是谁领进门，修行都在个人。景九如何修行，确实与你无关，你不应该管他。顾师弟，景九是我科上的人，就算想管，也轮不到你吧？见过梅师叔，莫师叔，你自己决定今后如何走。景九，你还是要再努力一些，早些把剑拿到手再说。哦，好吧。师叔，青荣峰也对这个景九感兴趣？如果你这是掌门的意思，那我们自然不争。但要是莫师弟你自己的意思，那就不要想了。只要景九能成剑，必然进我们青荣峰。你看看那孩子生的，不进我们这儿，还能进哪儿？这玄气丹只能改日再交给10岁了。你自己决定今后如何走。有点意思。对我来说，无聊是一种罕见的情绪，有点意思同样如此。我已经很多年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了，除了有些不习惯，还有些不喜。如果当年遇到这种事情，生出不喜，我会如何做呢？如果不喜，自然一剑杀了。当然，现在不行。那位顾师兄罪不至死，而我不是个好杀之人。更关键的是，要把对方一剑杀了，首先得有把剑。没有剑，也无法参加城建大会。看来，真的要取一把剑了。总不能用你，而且我答应了小莫，
抱歉，我不知道有人。你是谁？景九。我好像听说过你。我也听说过你。你不如传闻里好看。可能是传闻太夸张。这就是我与他的第一次相见。当时我以为他不过就是一个长相好看的年轻弟子，直到后来我才发现，原来他就是那个让我心向往之的人。其实，在此之前，我曾多次想过与他初见时的情景，比如说成剑大会，比如说飞升仙界。因为我觉得，一个人与他生命中重要的人初次相见，就应该是记忆深刻、非同凡响的。可人生就是这样，往往越是重要的事，发生的时候就越是稀疏平常。你不该查那件事。原来真的有事。当然有事，不然风主为何会发疯？为何我要冒险来杀你？杀我？你有没有想过后果？有的是后果比杀死你严重10000倍，但我们还不是一样做了？你最后还有什么想说的？我想说的是，你就不该离我这么近。死吧！如果有机会重来一次的话，我希望与他的初见，如朝天的瀑布，如盛典的礼花，轰轰烈烈，壮丽非凡。